我们2个人都是内蒙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还是回去生活好一些。毕竟呢，那边亲戚啊、朋友呀都在那边，将来以后呢有孩子呀，父母也帮能照应。他呢非要留在南京，说这边发展好。他这个人性格就是倔，我俩永远达成不了共识。我来南京这几年啊，确实觉得比老家发展好。我考虑的是，未来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，我是不愿意回去的。他这个人就是不思进取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张先生，26岁，来自内蒙古，厨师。有请张先生，有请。王女士，26岁，来自内蒙古，销售。来，有请王女士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这个现在是在南京生活是吧？对。但是都是从内蒙古去的。哎，对。到南京几年了？到南京3年。3年。对。结婚几年啊？结婚1年。哦，结婚1年。对。现在的冲突和矛盾是要不要在南京定居，是吧？对。啊，你是想在南京定居是吧？对。你是反对对吧？对。好，说说吧。啊。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也是在老家嘛，有个朋友来南京了，然后他就在这边说让我们过去看看玩一玩嘛。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也没吃工作，我就过来看看，和他一起过来。来到南京以后呢，发现这边反正还是蛮好的，但是我们决定要在这边生活，在这边待了几天呢，然后就是他呢就要在这边说是先找个工作嘛，因为我那边工作我还上班啊，他说在这边找个工作，就执意跟我这样说，然后呢他就找工作了，找了工作以后呢，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就是我们有个也是内蒙朋友嘛，他是又在南京这边周边呢看了一个房子，当时呢就说让我们过去一起看一看嘛。其实我说看看房子嘛，陪朋友一起过去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当时过去以后呢，我们朋友是买了一套房子，然后呢就定下来了。然后他呢当时跟我说这边房子也好呀，各方面条件呀，他也没跟我说以后的一个发展什么的，就当时就交了定金了。所以说我当时非常反对他这个，我说最起码买房子是吧？他也不是说买什么东西啊，对吧？你最起码要和父母和家人商量。而且我们来南京呢也是来看一看，也没有说是当时父母都不太知道吧？所以说这个问题，我就和他就达成不了协议，一直就是。我当时是和朋友去的啊，然后是朋友他们买房子，然后我感觉房子特别抢手，到晚上的话他就没有了，必须提前的预定金，然后我就当时直接就付了，我就感觉既然来了就来这儿定下来，年轻人应该出来闯荡，不想过那种安逸的生活，不想回老家，既然出来了就想在外面打拼。那你要跟我说一下吧，对吧？提前要和我说一下。那当时是因为时间嘛，时间比较紧，对吧？这个房子现在住上了吗？已经就是交了定金，只能说买完了，现在已经房子。不是挺好吗？买了就买了吗？那他现在吵着要回内蒙古，要回老家。我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在内蒙，而且呢，南京到内蒙也是很远的。就是我想内蒙也挺好呀，而且父母在那边，将来我们以后有了孩子，对吧？还有父母呀，有亲戚朋友都在那边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啊？他呢就喜欢那种的爱闯。就是我就是喜欢在老家那边嘛，对吧？生活也是相当不错嘛，我工作也好，然后他呢做销售，我们2个人1个月也能挣个。他就是太过于安逸，我感觉他选择逃避，年轻人应该出来闯荡，他就感觉总是要回老家。我们这节目首先不是一辩论节目啊，其次是回内蒙也好，还是留在南京也好，可能我们的观察点。是夫妻之间的感情究竟怎么样？如果夫妻之间的感情特别好，没有出问题的话，我个人理解和相信，到底在哪发展其实都不是个问题，因为它很容易达成一致，就协调掉了。所以你们俩是不是在情感上面有一些冲突和矛盾啊？对，我就感觉他每次在朋友面前不给我面子，就比如说有一次吧，他有一次是因为我俩争吵，之后那天有点不愉快。然后朋友正好聚餐，晚上要出去，然后他就怎么着都不出去。一开始是说好的要出去的，就感觉我很没面子，然后我就跟他说通了，然后让他配合一下出去了，但是一直甩着脸子，一直那儿摆脸子。
其他的都是我我也朋友。没什么呀，对吧？因为朋友吃饭嘛，对吧？人家问我话，我也什么说，但是我也没感觉我是白脸子。是你说了，但是你是他就非要完美型性格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朋友吃饭呀，你不给我面子，咱们既然出来了，对吧？就跟我说这些，我说这个也没什么，我感觉很正常。还有就是生活上面好多就是比如说决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总是他就是决定了就不够商量，是吧？哎，对，你们家的事儿都是他做主啊？对，基本上他做主，就是我最后就妥协了嘛。我只能说随他，因为他这个人就和我闹，最后我就没办法了。他跟你闹啊？对，他决定事情，你说我不答应，到最后他也，反正除了房子之外，他还决定过什么大事儿？你不答应，然后他跟你闹，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可以吗？别的感觉就是小事情，就结婚生孩子的事情就因为结婚的时候，我是一直推着，我不是不想结，我只是说晚一点结，因为每个人面临问题都是说先谈恋爱，然后结婚，然后生孩子，就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呢，结得早，相当于肯定家里面人催的，肯定是这样的。然后下一步肯定面临生孩子，所以就不想结婚，我一直在推，什么本命年啊或者怎么样的，找各种理由推的，然后没办法，只能去年就结了。所以你是不愿意结婚的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我只是想往后推，并不是说不想跟他结，就他老是误会，老是这样想。我感觉就是，因为父母都让催着去结婚呀，因为我俩处了都3年了嘛。因为老家呢，父母都感觉说是时间长了也不是太好，就是说赶快去结吧。他就每次推脱，就是今年、本历年、明年，反正这个后年这个，反正就是不想结。我猜你是不是挺想要孩子的？还是挺想。我猜你家里面更想要孩子是吧？父母对。但是我猜你肯定不太想要。对，因为就很耽误事情。我是一个就感觉就必须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，事业比较稳定的时候，然后再要孩子。感觉我俩同岁，然后晚2年要孩子也没关系。你们俩之间都26嘛，对吧？对，然后30岁之前要就可以，我就感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但是这个我们老家会有很多的说法，就是说你这么大了都不要。那当时就不应该这么早结婚呀，那往后推啊，那不是你催的吗？这俩人其实想要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你想要的生活是这种打拼的生活，男生可能想要一个更传统的、更安逸的一个环境，或者叫安全环境里的生活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你们俩谈了3年恋爱，怎么都没把这些事儿掰扯清楚就结了婚了，我就特奇怪。包括女生今天刚才说那，我挺震惊的。我们你要结婚啊？我没想结啊，你们逼着我结的。后来找补了一句说，我还是要跟他结。其实这不重要，就是说在结婚的态度上面，你是不太想结婚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们俩这3年恋爱是怎么谈的呢？我们以前是同事，然后一起认识的，就感觉他对我特别好，就每天送我上下班啊，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平时的一些小事情细节。就你们是在南京认识的，还是说一起从内蒙古到的南京？在内蒙古认识之后来的南京。但来南京的时候，父母是不知道的，我没有和讲，怕他们担心。他来南京，父母都不知道。然后第3天，他姐打电话，他说在南京呢。然后他姐说你要再不回来，我就报警了。那你们算是私奔去的南京吗？还是就是朋友搭伴去南京去玩？还有好几个老乡，我们一起来的。是一起来的。对，就是到了南京之后，等于女生的家里面并不知道你们到南京了。那会儿老乡说到南京是去玩啊，还是要找工作？因为我的老乡他是在南京就是工作嘛，蛮好的。他说你在那边发展特别好，对，然后过来看一看。所以我们还原回来，实际是这样的：一个老乡在南京工作的不错，听了之后点燃了这个女生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心。对，然后她就跟男朋友说：“我要走。”你要不然跟我来，要不然你就留在这儿，是这样吧？当时，然后等于你是离了职，跟他去的南京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因为他执意要去，我说这么远，对吧？一个人也你可以不去啊。我当时就是考虑到，我说去玩一玩，我也没想到说是去那边。好了。我看到他一个人，我说照顾。我那会儿来的时候，我也没想到说南京以后是定居在哪里，没有确定过。但是来南京发现。外面的世界特别美好，然后就在内蒙的时候就感觉井底之蛙。那你要再去了个什么北京啊、上海啊、广州啊，其实即使是南京周边的城市，你会觉得也挺美好的。你知道吗？这孩子真是，就总而言之就是这么来了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这3年你们自我评估，你们算在南京待下来了吗？待住了吗？对。我感觉就是压力很大。他总是感觉压力比较大，我感觉有压力才会有动力。他这个人倔强，非常的厉害。就是，而且他完美型性格，就比如说我要去和他逛街，
对吧？本来是给我买衣服呢，他非要说他喜欢的衣服，你说给我穿嘛，对吧？而且他要是买的不合适，还跟我生气。啊，对，就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，是这意思？对，我说我这件衣服我就喜欢，然后他说他不喜欢，我说这个东西对吧？毕竟是我穿，然后我自己买衣服也不对，网上买也不对。我就是为他好，就感觉给他搭配的，然后就感觉就会自我的认为，感觉我的眼光会比他好一点，然后是。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这次他就坚决要回内蒙古，你怎么办？我还是选择留在南京。那就是两地分居，你接受两地分居的事实？我接受。你就不害怕你们这种长期的夫妻之间的两地分居，最后导致你们婚姻可能就没了吗？我还是选择在南京。即使失去这段婚姻，你也愿意捍卫你的想法，对吗？是这意思吧？我理解的对吗？对。好，我问你，你敢自己回内蒙古吗？你敢把这段婚姻放弃了吗？你输了。我敢。这事儿就是他输了嘛，因为对这段婚姻，在这个关系里面，男生可能，我不是说女生不在意啊，至少男生在心理上是更在意的，更怕失去的，那个心里更怕失去。因为毕竟父母嘛，在那边，我说就是将来以后嘛，就感觉他这个人把父母接过来，然后孩子以后现在接过来，毕竟不是太现实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的生活还没有稳定下来。我感觉打拼几年，然后对未来就是考虑。我估计在现实生活里肯定是你赢了，但是你老用这种方式赢，你们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。所以你让老师好好帮你们拆解拆解婚姻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问个正事儿，还有正事儿要问呢。来，你俩在南京那房子的钱哪儿来的呀？买房子的钱？我父母出的，当时买了房。
女生同意沙赞老师刚才说的吗？在你心目中，你的事业是大于你们的爱情的？同意。同意。那我告诉你，如果按照这条线走的话，你事业也不行，爱情也没有了。听起来好像你是一个很能奋斗，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一切的，但其实不然啊。你之所以能够在南京买房，也是得益于男方的家庭的资助，对不对？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的事业当中没有了男方，没有了男方的家庭，你事业能有吗？不可能的。我始终不相信说你在爱情和事业当中你会做一个单选，你不可能的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早就已经让他绝望了。因为实际在你们的相处当中，虽然都是以他的妥协来推进你的事业的成长的话，其实你是看到了他的付出的。所以刚才主持人在问你，真是要婚姻或者是事业作为单选时，你是眼睛立马就红了，你做不出这种单选的。而且也别给自己这种假象，换句话说，不要给对方强烈的暗示说我只选事业。所以还回到我们这个现在你们的矛盾这个点上，在南京还是回内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用什么一种方式能够在一起。在一起之后，我们是先在南京待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回内蒙，始终都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，而不是你或者我的事情，明白吗？不要那么强势了。面上你是说你不给我出这个钱我就不结婚，其实不然啊，真给换一个人给你更多的钱，你能跟他结婚吗？不可能的。以家庭幸福为前提的事业成功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呢，明白吗？你们设定同一个目标吧，好吗？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来，白老师。好，两位好。我觉得其实用两个特别流行的手势，能够特别好的去诠释他们两个人状态。女孩就是有一个摇滚的手势，好像是这样吧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，然后这个男孩的手势就是这个，小爱爱。
一个人的行为习惯，时间一长就很难改变。我跟我老婆出去逛街，永远是她走在前面的，她好像从来不怕我丢了，她从来不回头看，她就径直的走，左拐右拐。我有一次曾经尝试着躲起来，我看她会回头看吗？谁知道她一次都没回头看，特别受打击。然后我就找她训了她一顿，我说你怎么不回头看看，万一我走差了怎么办呢？她不管不顾的，因为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。但是在事业上，是她跟着我走的。你知道，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看到的是广阔的世界，而走在后面的那个人只看得到背影。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需要勇敢的，但是也需要无情，因为他老往后看的话，他沾了一点英雄气短和儿女情长，他就打拼不下事业。而跟在后面的那个人，心中有的只是牵挂，他的世界只有背影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既不是走在前面那个非常勇敢，可以一往无前，抛掉所有的儿女情长去创事业的人，他也不是一个只会低头看路，心中只有牵挂，愿意跟着你的背影。那句歌词叫像风一样自由，但是风刮过就刮过了，啥也没有。飓风还有毁灭力呢，把什么东西卷起来之后砸在地上，有些人就是婚姻嘛。那种自由你真的要吗？你们俩把这个当一个学习的机会。过去都是你嘛，要挟对吧？你们俩弄一个夫妻谈判机制，这次你们俩坐下来商量，共同在那儿生活。如果这次能商量下来了，未来其实好多事儿都特别好解决，你们自己看吧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感觉我有点冲动，有点任性。其实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，毕竟当时来南京，就是你也没征求我的一个想法，所以说我总感觉我就是都听着你的。其实我考虑到很多东西，可能你有时候你没想过这些问题，就是你的一个倔强，一个不管不顾。我感觉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，就是包括以后的一个生活。我当然有想过，我今天情绪有点不稳定，等冷静的考虑一下。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就是不要，就是有什么你就和我咱们商量。不要就是随着你的性子来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啊。请关门，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。
爱你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，有请。来，这个送给你们啊。谢谢。谢谢啊。